大家好，我是 Rain。从今天开始，我会用20集的时间带大家一起梳理美国空军巨头的发展史。我们会看到波音、洛克希德、格鲁曼、抽油工厂这些名字，原本都是普通厂商，却一步步走向全球霸权。也会聊那些传奇飞机，从二战的 B-17空中堡垒，到冷战的隐形先锋 F-117夜鹰，再到现代引擎战机 F-35和 B-210。它们不仅仅是飞机，更是战略转折的关键，是科技和战争结合的产物。通过它们，我们能清楚看到美国是怎样一点点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空中力量规则的。而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1941年12月7日凌晨的夏威夷。那天，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出动6艘航母，带了353架飞机，分批次猛攻珍珠港，低空轰炸机、鱼雷机和战斗机混合编队，仅仅2个小时就把8艘战列舰摧毁殆尽。太平洋舰队的大半主力被击沉或重创。美军的飞机甚至还来不及起飞，188架当场被炸成废铁，死伤超过3400人。整个太平洋战区几乎一夜之间被打成真空。对于美国来说，这一天彻底打破了隔岸观火的幻想。过去，他们总是站在大西洋那边，看欧洲在战火中挣扎，看亚洲陷入混乱，而自己却继续享受着消费社会的繁荣。现在不一样了，战争已经逼到家门口了。战前的美国陆军才18万人。规模甚至不如罗马尼亚的常备军，海军虽然战列舰不少，但航空兵比例远远落后于日本。更夸张的是，到1941年前，美国海军舰载机的飞行员数量还不到2000人，几乎注定他们无法在太平洋正面抗衡日本的航母打击力。珍珠港的轰炸把美国安全感彻底撕毁，也让整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倒计时悄然开始。珍珠港一炸，美国民众才真正意识到战争不再是新闻里的远方故事，而是直接敲响了家门。舆论和政府都被迫面对一个现实，整个国家必须立刻进入战争状态。罗斯福提出民主兵工厂的口号，意思很明确，美国不仅得为自己造武器，还得保证盟友能拿到装备。你能想象吗？底特律的汽车厂从生产家用汽车改成生产希尔曼坦克，克莱斯勒的装配线上，民用轿车模具直接换成坦克炮塔。通用电气、惠而浦这些家电巨头也开始做飞机零件和火控系统。原本做冰箱、洗衣机的工厂，一夜之间变成轰炸机和航母的制造工厂。整个国家的经济都被战争节奏牵着走。放眼欧洲，又是另一番景象。德国和苏联早在1930年代就高度军事化，日本更是为了战争准备了整整10年。而美国看似起步最晚，但它有无人能比的底子，庞大的工业潜力，完整的资本市场，取之不尽的资源储备。正是靠着这个底子，美国在短短几年里就从一个迟到的参赛者跃升为全球战争机器的掌舵者。美国这台战争机器的开启可不仅仅是战时命令，真正厉害的是美国这种根植在资本主义里的合作模式。政府有军令需求，企业有逐利动机，大学和科研机构有技术突破，三者一起构成了美国军工的铁三角。拿波音来说，它原本只是做邮政航线小飞机的，但随着 B-17空中堡垒的诞生，它一下子变成战略轰炸机的核心供应商。大机身、远航行、密集机枪火力，让它成为美国空军对德作战的象征。波音的崛起其实就是规模化工业在战争中的胜利。洛克希德的路走的就不一样了，他靠的是少数工程师的天马行空设计。P-38闪电就是例子，双机身、双发动机，看上去怪怪的，但正是这种突破常规的设计，让美国军方愿意为新创意买单。这种小团队加大资金的模式，后来成就了抽油工厂的传奇。格鲁曼则是海军的铁杆工厂，他的 F-6F 地狱猫不追求华丽的速度和机动，而是讲究结实耐打。在航母甲板上，能修能飞能打，比任何性能数据都重要。正是这种理念，让格鲁曼赢得了海军的长期信任，也奠定了后续航母战斗群的空中核心地位。说到这里，你会发现美国的模式跟德国、日本完全不同。德国靠国家计划，日本靠军部命令，而美国靠的是政府订单、私人资本和大学科研三位一体的协作。军工厂不是被动听命令，而是主动竞标、自由竞争。正是这种动力，不仅让美国满足战争需求，更不断把技术推向极限。战争的胜负不光是看人数多不多，物资够不够，关键还在兵器和设计。1941年到1945年，美国空军打造了3架改变战局的战争利器。
B-17空中堡垒、P-38闪电和 F-6F 地狱猫。这些可不是冰冷的钢铁，它们是美国工业力量、科技创新和战略思维的具体化身。提到远程轰炸，没人不想到 B-17，它能直接深入德国腹地，威胁工业核心。4台发动机厚重机身，防弹保护超大载弹量，即便在高空遇到德国防空炮和 Bf-109战斗机也能完成任务。更厉害的是战术配合，飞行员会组成上百架的编队相互掩护，形成钢铁翼盾，敌机想突破几乎不可能。1943年欧洲战场上，一次上百架 B-17掠过莱茵河上空，对德国工业区轰炸得不可开交，形成强大的空中压迫力。飞行员们回忆说，当 B-17在零下40度的高空巡航时，空气稀薄，氧气极度不足，呼吸困难，手脚僵硬，判断力下降，甚至有时会感到头晕和注意力涣散。每一秒都可能决定生死，机枪不停开火，每个机组成员都必须紧密协作。机长负责操控，副驾驶协作航向，导航员算出轰炸点，射手操作分布在机身各处的机枪位，通信员与其他编队保持联络。每个人都像在操控一座钢铁城市，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架飞机和整个编队都可能暴露在敌机火力之下。有人感慨，你不只是开飞机，你在管理一个会动的战争机器，每个人都必须盯紧自己的位置。B-17不只是钢铁，它本身就是战略武器，用飞机直接改变战争规则，也把飞行员的协作和勇气推向极限。P-38是个怪才，双尾翼双发动机长航程设计让它在战场上几乎无所不能，高速拦截、远程侦察、护航轰炸，甚至执行精确暗杀任务。最出名的战例是1943年击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P-38单机深入敌后，凭借长航程和高空性能精确完成任务。这一战术操作让敌军震惊，也让人看到创新设计和战略决策是如何直接影响战局的。飞行员们称它为闪电怪才，灵巧、耐打、全能。有人回忆，这架飞机就像战场万能钥匙，无论敌人怎么变，我们总能找到办法完成任务。P-38不仅体现了设计的灵巧和耐打，也体现了美国军方愿意为创新买单的理念。它的每一项性能都直接服务于战术和战略，而不仅仅是炫技。在太平洋， F-6F 彻底改变了海战规则，机身坚固，火力压倒性，航母适应性强。面对零战，它不靠花哨机动，而靠耐打和压制火力赢得胜利。在所罗门群岛的空战中， F-6F 一次次击退日军航空兵力，为盟军夺取制空权铺平道路。设计理念很简单，航母上可靠起降，能修能飞能打，比极限速度和花哨机动更重要。海军飞行员称它为甲板上的守护神，坐上 F-6F， 你知道自己生还机会更高。老飞行员说，它不像零战那样灵巧，但每次空战它都能保护你到最后。F-6F 不仅赢得了战场，也赢得了飞行员的信赖。这3架飞机背后展现的其实是美国军工整体实力，设计自由和工业能力并行，战术需求和技术突破同步。它们不仅是作战工具，更是战争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把工业力量、科技创新和战略理念融为一体，直接左右了2战空中战局，也为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军工强国打下基础。如果说前面讲的是飞机、工厂和战斗，那么现在我们要聊的是支撑这一切的幕后逻辑——美国模式。美国赢得战争不只是靠 B-17、P-38和 F-6F， 也不只是靠士兵的勇气，更深层次的秘密是军工加资本加科技3位一体的合力。政府下订单，企业立刻响应，大学和实验室不断送上技术突破，民用工厂被快速改造，科技成果瞬间转化为武器。这种立体协作模式让美国从战争初期的落后者迅速跃升为全球领先的军事工业强国。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就不一样。德国效率再高，也高度依赖军事官僚体系，缺乏灵活性和创新弹性。日本资源少，工业基础薄，长期消耗战中节节败退。而美国把整个社会变成了生产机器，每家工厂、每条生产线、每个科学实验室都参与战争。从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到麻省理工的实验室，每一环节都在为战争服务，动员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这种模式的影响不止于2战本身，它为冷战时期美国庞大的军工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现代军工研发和产业协作的基本格局。换句话说，2战胜利只是个开端，美国的工业化战争逻辑成了随后几十年全球科技与军力竞赛的模板。它展示的不只是技术或兵器的力量，
更是一种全社会、全产业链、全战略层面的战争组织能力。正是这种模式，让美国把每一架飞机、每一颗炸弹、每一次研发突破都转化为战略优势，也为后来的 F-117、B-2、F-35等高端战机诞生提供了可能。珍珠港不仅点燃了美国参战的烽火，也点燃了一场工业与技术的革命。短短几年，美国就把一个以消费品为核心的社会变成了全球最强的军工机器。每条生产线、每家工厂、每架飞机都是战争逻辑下的产物。胜利不只是战场上的数字和旗帜，更是工业体系、科技力量和社会动员的整体胜利。战争改变了世界，而美国的工业模式也重新定义了战争本身。下一集我们会深入探讨这场工业革命是如何塑造轰炸战略与制空权的，不只是造飞机，而是用飞机改变战争规则。顺便问你个问题，如果美国的工业在二战期间只能造一款飞机，你会选哪一架来改变战争局势？ B-17、P-38 还是 F-6F？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看看谁的观点最有说服力。下集我们直击轰炸战略与制空权的幕后故事。